美国人一顿的放糖量够中国人1年吃的糖。美国穷人为啥对糖如此疯狂呢？网上有这样一个视频，有美国顾客去店里买咖啡，要求放入3大勺糖以及200毫升的糖浆，而咖啡液却只放入少量。不少网友调侃，蚊子吸完血回家都要变蜜蜂了。他们说士力架在国内是减糖版，看待这个我信了。还有网友表示，自己在美国待了2个月，感觉整个身体里都是糖。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的糖摄入量不超25克，可美国人平均每天能吃掉77克，差不多是把1瓶可乐、1块蛋糕、1包糖果直接当饭吃。反观中国，成年人平均每天糖的摄入量约为9克，甚至更低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啥美国人对糖的执念这么深呢？19世纪中期的美国，当时发生了2件事：一是西进运动，让中西部的土地得到开发，大量农民开始种植甜菜；二是南北战争后，南方的蔗糖种植园恢复生产，加上铁路运输的发展，蔗糖的运输成本开始降低。这2件事加在一起，直接让糖的价格断崖式下跌。到了1900年，美国市场上的糖价比1850年下降了80%，从此糖也从贵族专属变成了平民消费品。不过糖这东西彻底走进美国人生活的，还是在20世纪初，美国进入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。有食品厂商发现，往食品里加入大量的糖分，不仅能改善口感，还能延长保质期。比如罐头食品加了糖之后不容易变质，饼干、蛋糕加了糖之后口感更加松软。于是，一场加糖运动在食品行业悄然兴起。1908年，美国推出的早餐麦片里开始添加糖。1920年，瓶装可乐的含糖量比刚发明时翻了1倍。到了1950年，连面包、番茄酱、沙拉酱这些看似不甜的食品里也都悄悄加了糖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当时的食品厂商还特别会营销，他们在广告里宣称吃糖能补充能量，甜的食物更健康，甚至有医生在广告里站台说给孩子吃糖能让他们更有活力。在这种氛围下，美国人的味觉逐渐被驯化，从小吃着甜麦片、甜面包，长大的孩子自然会觉得甜才是正常的味道，反而对天然食物的原味失去了感兴趣。再加上美国当地的文化，也让糖成了美国家庭离不开的必需品，尤其是美国的节日几乎都离不开糖分。比如万圣节，孩子们会提着南瓜灯挨家挨户要糖果；圣诞节，家家户户都会准备圣诞饼干、姜饼屋，这些食物里都加了大量的糖。而情人节的时候，巧克力成了标配，而很多巧克力的含糖量超过了50%。于是有网友吐槽，在美国1年365天，天天都能找到吃糖的理由。当美国人的生活节奏加快后，糖也成了他们疯狂吃的理由。尤其是穷人，为了每天应对2点一线，他们将生活节奏变得飞快。于是在2战结束后，美国开始搞快餐经济，比如甜甜圈、汉堡、燕麦片等。这些高糖食物虽然能快速补充能量，但也让糖分摄入失控。那么美国人疯狂吃糖的背后，真的还健康吗？看美国人个个膘肥体胖，屁股1米宽就知道，高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肥胖问题。美国是全球肥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。2023年的调查显示，美国成年人的肥胖率超过40%，青少年肥胖率超过20%。每克糖含有4000卡热量，而且这些热量都是空热量，没有任何营养。所以说，美国人要是每天多吃100克糖，1年就能多摄入14.6万千卡，热量相当于增加20斤体重。更可怕的是，高糖饮食还会让人上瘾，糖分能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，让人产生愉悦感，就像药物一样，吃多了就会依赖，越吃越多。而且早在1960年，美国科学家就发现高糖饮食可能和心脏病、肥胖等疾病有关，一些医生也开始呼吁大家减少糖的摄入。但让人意外的是，这些控糖声音很快就被压了下去，甚至被贴上伪科学的标签。而这背后的推手正是美国的糖业巨头和部分医疗集团。1954年，美国糖业协会就开始秘密资助研究，目的是证明糖和疾病无关。他们花重金聘请科学家，让其发表研究报告，把心脏病的诱因归咎于饱和脂肪，而对糖的危害却轻描淡写。这份报告发表后，被美国很多权威医学机构引用，甚至影响了美国政府制定的膳食指南。在之后的几十年里，美国的膳食指南一直强调少吃脂肪，却对糖的摄入量没有严格限制。而那些敢说糖有害的科学家，早就没人敢发声了。而且美国的糖业巨头还和医疗达成了利益默契，因为高糖带来的危害，使得美国医疗费用持续攀升。据统计，美国人均医疗年支出超过1万美元，其中大部分都是用于与治疗糖分带来的疾病。所以说，糖这种东西吃多了就成了敌人，少吃一口甜就能多活几年命。